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 Galaxy Workshop 频道，又来到1年1度黑马等级的产品要问世了，那就是噔噔 S24F1。为什么会说它是黑马等级的产品呢？因为这一次 S24F1不论是硬体规格或者是软体的应用都全面提升咯。相信大家等等看完这支开箱影片，眼睛绝对会为之一亮。那我们就来看看 S24F1有什么亮点吧。那这一次 S24F1呢，绝对会给我们粉丝满满的诚意。我们把全面的 AI 功能全部加到这一支手机里咯，像是很好用的搜寻圈，除了可以以图搜图之外，我们如果在看影片啊，或者是滑 IG， 想要扫描 QR code 团购抢便宜的伙伴，再也不是问题咯。甚至呢，我们常常在国外看到一些有趣的资讯啊，影片的内容它是外语的，我们也可以透过搜寻圈轻松翻译读懂想要看的内容。那我们要如何操作搜寻圈的新功能呢？长按首页键，那只要有 QR code 的地方，它直接都会有一个连接的按钮，你可以直接点选，它就会直接帮你打开 QR code 的连接网址，或者是看一些短影音，它是一些外语的内容的话呢，我都可以按住首页键，然后点选文 A。它就会轻松的帮我把外语的内容通通都翻成中文。那除此之外，如果你是一位学生，我们的搜寻圈呢，一样也可以去帮你解题。比方说这个公式，你不知道怎么解出 x， 那我们一样可以首页键按下去，对着你想要解答的数学公式圈起来，或者是画一杠，最后它会帮你运算出这一题的答案。那你以后遇到这个题目的话，你就会解了。出国玩要干嘛呢？当然是吃香喝辣啦。那想要吃大餐之前，最好先定位，才不会扑空。其实餐厅很多都有自己的社群账号，要联系其实非常方便。我们可以用 S24F1就能够轻松用通话或者是讯息翻译。即使说你语言不通了 ，Galaxy AI 都能让你的旅行更加的便捷。那我们在 S24F1的设定里面，我们去找到这个 Galaxy AI。那我们看到这个通话助理，点进来之后呢，其实都可以看到现在手机里面哪一些第三方的通讯软体有支援通话翻译。只要你拨打电话给对方，然后在拨通的过程里面，我们下拉式选单往下滑2下，左上角就会看到一个即时翻译的选项。只要点开即时翻译，我们在跟对方聊天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可以直接帮我们把我的对话跟对方的语言直接翻译过后，让我们听得懂。那如果你不想要用通话的方式来预定的话，你也可以打开键盘，直接用讯息的方式私讯对方说你要预定。那我们只要打开键盘之后，左上角，那我们的这个星星符号点进去，就会有一个聊天翻译。聊天翻译点开来之后，你跟对方的沟通讯息呢，它就会轻松的帮你翻译过来。我们的对话呢，也可以透过打字输入，在这里输入文字已翻译的地方，我们只要打上自己的需求，自己想要讲的话，它翻译过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出，非常方便哦。S24F1呢，不只可以让你在 Samsung Notes 上面写笔记，还可以一键把涂鸦变成超酷的图画。其实这样的好处还不少哦，不只可以让笔记变得更有趣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图像来辅助理解复杂的文字，让学习起来更轻松。而且其实透过视觉化的内容啊，无论你是工作还是读书，理解和记忆的效果都会更好，让笔记不再单调哦。那如果你希望你的笔记呢可以图文并茂，像我这边已经做好了前面一些单字卡，上面这个苹果跟香蕉都是我用涂鸦转图像生成出来的。那我们如果要接着继续做的话，就连选左下角的画笔，然后它可以选择好几种颜色。那因为我现在想要画猫，因为我想要接着做 C 的单字。那我们选好了咖啡色的笔之后，我们就画一只猫咪。好，画好了之后呢，我们点选星星符号，选择涂鸦转图像，把你刚刚画的猫咪框起来。框好了之后，其实有很多种样式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水彩啦、插画、涂鸦。那我现在想要插画的风格，选好了之后，我们按生成。好，生成完了之后呢，我们也有好几种样式。它直接把它生成一只可爱的猫咪。好，那我要选这一张，然后我们按取代，然后我们位置调整一下，大小调整一下，然后下面就可以手写上这一只猫咪的英文，这样子你的图文笔记就完成啦。
AI 加入了以后啊，手机变得更聪明哦。除了原本就非常优秀的相机模组之外，这一次还多了 AI 的辨识，可以轻松的侦测目前拍摄场景的亮度，用最适合的模式进行拍摄。尤其啊是在昏暗的环境或者是比较黑的场景，因为这一次 CPU 的提升啊，以及我们加入了 AI ISP 的低光增强功能，让 S24F1 可以拍得更加清晰明亮。如果今天针对拍出来的照片不满意，比方说有时候觉得照片看起来比较枯燥乏味，你也可以在浏览照片的同时，利用媒体浏览器里面的涂鸦转图像，帮助照片添加一些趣味。甚至啊，有的时候照片里面的一些瑕疵都可以用智慧侦测，比方说有的时候拍出来会有一些阴影或是反光，那手机这边都会给你一些修改的建议。硬体规格上呢，我们加入了一位新朋友，我们换上全新的猎户座24001的 CPU， 散热面积更大了。平常喜欢玩游戏消遣的朋友们，那你们可不要错过咯，因为这一次我们在拟真的游戏里面支援了光线追踪，可以让你的游戏体验更加身临其境。那同时我们的萤幕也变得更大，来到了6.7寸，而且它的边框是极窄化，视野可以更好。我们使用了旗舰级的面板，亮度呢也从之前的1450尼特提高到了1900尼特，让你看影片啊、玩游戏的画质都更好。同时，我们的电池续航也来到更大的4700毫安时，那基本上你一整天外出使用都不用再担心电力不够，很焦虑咯。另外呢，我想要跟观众朋友们再加码一个非常实用的功能，那就是 S24F1 同样也有支援翻译助理，除了跟服务生可以面对面用对话模式沟通之外，也有支援旗舰折叠机才刚推出的聆听模式。那这个聆听模式呢，我自己个人实际使用过，当时我去越南玩，看了一个表演，它直接帮我解决当下旁白口译听不懂的窘境，所以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方便，喜欢旅游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咯。以上呢是针对 S24F1 的快速介绍，如果你刚好准备换新机，可以不妨考虑看看哦。那我们今天的新机开箱影片就到这边，如果想要接收到新机的第一手资讯，请记得订阅我们Galaxy Workshop，我们下次见咯，拜拜。